我都站得住脚，但为什么对方还是听不懂？有一种讲法就是你很难沟通。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说的你不听吗？我这么计较，因此而把关系搞砸了，谁损失？我损失。对方不想听我的想法，也是我损失。更可怕的是，我浪费了大把时间在做这一件事情上，那我不是三输吗？那何必嘞？欢迎来到人生解扣方程式，我是节目主持人 Jaco。今天呢，很开心邀请到我一个好朋友，兼过去我开的课他几乎都有上过的很支持的学员。这次来邀请他呢，就是想要聊一聊在课程之后究竟所学的这一些帮助了什么。好，那我们先欢迎小欧。大家好，我是人生的小欧。那我直接先破题，那帮助可大。你看，光我现在频道可以在聊跟人际关系有关的这些任何的学术支撑，都是based on老师那个时候在讲 NLP 的这些知识。那也因为这些东西，让我解开很多我心中的执念。你看，时间也只过了1年半，我仿佛好像重生了一遍，就是我看待很多事情的角度变得完全不一样。你觉得曾经有的那一个执念是什么？我可以列好几个。我第一个可以先说，我以前都会认为我永远是对的。什么事情都有对错，就是我都是用对错是非的角度来看待这一件事情，所以我很容易跟人家争。只要这一件事情我跟你的想法不同，我会想办法说服你，就会导致让对方也觉得我什么事情都要跟他去论输赢、较真之类的。那我现在更多的看法会是，当我听懂这一件事情，你的观点、你的想法、你的脉络是什么，我带着好奇心了解完之后，我会发现这一件事情其实你也没错啊，我也没错啊，只是我们在观点上、想法上的不同。而这个认知出现之后，我会带着是用尊重角度来看待他，跟他相处，反而就不会有那一种冲突的感觉，而他也会觉得哇，原来你对我是有好奇的，在那个对话的沟通也会因此而展开。你那时候是在课程当中是因为体验到什么，或者是你总共截取了哪些资讯之后，会让你原本是比较看重效率也好，看重对错也好，看重正确性也好，可是这一个原本的价值观会因为什么才慢慢松动到变现在这一个比较全新的视角？你刚刚其实讲了一个冲突性的一个问题，是效率跟正确性，它本身就是冲突的。因为效率不可能正确，正确也不可能会变有效率。我从我的工作当中去反思，在过去在跟这些同事相处时，我一直认为什么事情都只有效率至上，什么事情你要先让我清楚你的想法什么，你没有让我清楚，你怎么这么不会说话？你到底有没有长脑？就是我会讲很直白的，就是你讲话可不可以讲重点？我这边已经听了你10分钟，你知道我10分钟很贵吗？浪费我时间之类，我真的会讲哦，是真的会讲。那也因此，为什么我们频道叫做搞砸关系？不是我噱头，是真的搞砸。请问观众朋友，你是听到我这样讲的人，你难道会不生气？一定会生气嘛？那本着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慢慢意识到，事情本质上真的都没有对错，都更多的都是选择而已。那当我只是松开这个结而已，我就会慢慢意识到，我们在争这一件事情到底的目的跟意义在哪。有时候很多在解决这样子的冲突时，好像似乎没有必要，那就没关系啊，我就包容，就让这件事情过了就好，不用每一件事情都一定要说到对方能够接受嘛。更多的是我知道你的想法，那我也有责任把我的想法跟你说。当然前提是你想要听嘛，如果说你不想要听，那没关系，那就这样子就好。我常很喜欢一句话，这世界上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种不同的个性，就有不同的价值观的排序。我干嘛去争每一个价值观排序都一样？就不可能啊！光价值观排序，就像回到刚讲的，我才会用效率跟正确性来解这一题嘛。因为它本来没有对错，只是有些人就追求这些，有些人好就讲时间好了，有些人他就是追求是时间的准确性，有些人追求是时间的弹性。那你说有没有对错？那到底为什么我要在这么事情上每一件事情都这么计较？而且最后计较的损失人是谁？我这么计较，我因此而把关系搞砸了，谁损失？我损失。
对方不想听我的想法，也是我损失。更可怕的是，我浪费了大把时间在做这一件事情上，那不是三输吗？那何必嘞？我很喜欢这堂课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在强调的是意图跟意愿这一件事情，我们都忽略了，到底是架构在对方想听的这一件事情身上，它才会有用。他不想听你再正确的事情，他就是不想听嘛。那这个厘清之后，我发觉就松开了很多原本我们在人际关系冲突时一定会发现，没有这件事情是对的。我都站得住脚，但为什么对方还是听不懂？对方为什么还是不能接受？我觉得用这一个角度去认识人的行为跟认识别人的坚持的时候，它可以有助于我们做到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更知道说到底他在重视什么点。以前是这样，他如果那个行为我一直讲不听，我就会把他看成是十恶不赦的人，他就是回避我，他就是逃避。对，就是他其实就是一个我怎么沟通都无法沟通清楚的人。我们对他的人有判断，或者我就会说你是难沟通的人。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就像家里有一种讲法，就是哦，你很难沟通。其实这句话意思就是我说的你不听吗？对好，可是当我们用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看得到说，好，那既然你有你的坚持，我更想知道的是你坚持了什么，而为什么这么坚持？是，对，因为有些时候能够一起找到协调的第三方案，往往是找到背后坚持的原因。以着那一个坚持的原因，我们再来探讨有没有其他可能性。可是其实我想要谈回来刚刚小欧提的一个点哦，像因为你开始看事情变得有弹性，对不对？你跟你太太的相处，就是有因为这样发生什么？我先讲，当然用结果论来反推，你可以很快的得到一个答案是，他认为他现在是获得幸福快乐的这个感受，是他时常挂在嘴边的这个次数明显比以前多非常多，而且他也会觉得，从原本我跟他说什么，或者是我看到他工作上有些想法，我可以给他建议，或者是他跟别人的关系上，我有些想法给他建议，他永远不听，到他现在会主动跟我说，问我的想法的那一刻，我觉得从来应该没有比这个结果来更好反敲我现在的关系，因为从我自身改变开始，让这个关系变得更有弹性，最好的验证结果，我觉得这应该就很好证明这件事情。而这一切的原因也都会是在他从以前会觉得我在跟他讲话的时候是针锋相对的，我没有保持弹性，我也不太会去理解他的感受是什么，或者是用他的立场来理解他的痛苦原因是什么。以前我都会用一种叫做这很简单，为什么不做？这个你只要改变一下就好，你为什么不做？你为什么？似乎就会很容易让他觉得他就是笨蛋。就他也知道，但很多人只是说他不是不做，而是他内心有很多的冲突。我举个例子，关系有时候是这样子，在关系当中，我遇到了一个我不要的行为的时候，我不开心。比如说我的爸妈一直念我，我不要这个行为，但我的选择只有一个，就是我不要这段关系。事实上不可能嘛，就在关系里面，更多的是我不喜欢他这样对我，但我还是要守护这段关系，我还是希望我爸妈爱我，我还是希望我爸妈对我好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以前是不懂的，我就觉得哇，你爸妈这样子对你，你为什么要跟他们这么好？你为什么还要对他们这样？但我忽略了，原来还有这样的选择性，还是有这样的事情出现。而我现在慢慢懂，也是从跟他的相处当中，或者他的观察当中，我慢慢知道他的这些行为背后，他的意图是这个，他的动机是这个。哦，原来还有这样的选择，这个选择是我过去没有的，或者我的家族没有这样子的经验，或者身边的人没有这样的经验时，我会觉得很好啊，因为我会更理解为什么他会这样，就好像似乎一切都有原因。我是一个同理心很弱的人，我现在就会理解原来是这样。我跟人相处也会让人家会觉得我似乎好像是一个有同理心的人，但其实上我的原生的基础设定是没有的，但我获得了这个能力。所以你比较像是不是没有同理心，而是根本没有同理心的人。对，我根本没有同理心，就我的本质还是没有，只是我透过这样的后天的练习，我学会了怎么透过这样子用对方的
立场跟状况，找到对方背后的意图跟动机，我慢慢的理解。如果我是他，我常会做个练习是，如果我没办法用一个我是他，但我也会这样做的这个思考去回答这个眼前的问题，就代表我对这件事情的理解还不够。那我问一个问题哦，你觉得哦，如果今天是单方面上这堂课，不要说上我的课好了，是单方面去学沟通，回去就可以改变另外一个人，变成是跟你在一起很幸福吗？不太可能。我之所以会这样说，有几件事情，还是回到刚刚讲的意图嘛。因为我的伴侣他在这一个关系当中还保有爱跟包容，他还是想要这一段关系，所以自然我们关系有救。而我过去在我们频道的观众我也辅导了1000多个学员，那1000多个学员里面，大多数的关系是已经走到没救的状态，就对方已经透过各种的行为告诉你，我不要了这一段关系，只是那一个留在关系当中的那个人一直可能还不太想要先去面对或者是认同眼前的这个事实在，所以他就会想办法用各种方法来挽救这段关系。如果是这样，那我当然认为这个关系是救不了的，因为对方已经没有这个意图了。那你就算做了再多的努力，这个都改变不了。所以前提第一件事情是你的另外一半还对这个关系抱有的希望，他还有这个耐心跟心想要一起来让这段关系变得更好，我觉得这是第一个优先前提。还是第二个是，我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建设跟心理准备，是你在从这个改变的过程当中，它是带着一些不适感的。那个不适感更多的会是你会发现你过去曾经做过这么多糟糕的事情，因为你才会发现以前那些你认为是对方对不起你或对方怎么可以这样对我的事情，源头不是别人，都是来自于我做了什么，我对他有哪些反应而造就了这一切的结果。而那一个不适感你要坚持下去，因为那个不适感其实是自我的批评跟自我否定。事实上过去就过去了，改变不了了，我必须要承认，也必须要意识到，确实我也造成大家或者对方这些的困扰在，而我人生的每一个下一步下一秒都有新的选择，都有可以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好的机会。所以当我意识到，我知道我做了这些行为，而我也知道哇，我可以有一些新的选择，让这段关系从这一刻或下一秒开始有新的发展的时候，我过了那个坎的时候，我就会发觉哇，确实我也会道歉道得很那个腰哈的90度，不是我现在能腰低多低我就多低，跟他说对不起，我过去真的造成你这个伤害，而且是发自内心觉得真的是这样子。是你想起的哪件事对他的伤害是很大，而你真正在跟他道歉的时候，你们有一个很深刻的对谈？我都会从每一个事件当中去透过行动来让他感受到我的改变，因为我觉得道歉是必要的，但道歉不会解决问题。我先讲我的观察是，很多人都以为道完歉事实就解决了，或者对方就接受，但不会，道歉只是把这一件事情给消化，给稍微比较舒缓一点。我认为它是舒缓剂，它不是根本解决问题，因为根本解决问题还是在我们两个之间相处的日常这些狗屁周遭的小事的反应所累积出来的情绪的堆叠嘛。而也因此，我再回到我们日常学完之后，我开始能够渐渐的控制我的情绪，在我下一秒的回应之前，我会有一个踩刹车的行为之后，我开始去对他人的解读或对我的行为造成的伤害的时候，我有一些新的契机出现时，我才会让他觉得他在跟我讲任何话的时候，我以前是直接反应回去，凶回去，或者是我脸是臭的，即便我讲的东西是对的，但他的感受都会觉得我给他是一种不耐烦的。所以回到刚刚讲，我是透过不断的这些小冲突，慢慢的我发觉啊，原来我以前这样子，如果他这样做，结果我已经知道，但我现在换了另外一条路，结果似乎也变得不一样。即便我还是要讲，过程当中我自认为我慢慢把这个东西变成习惯了，
我也会产生新的一个冲突，是我自认我已经变了，我也自认为我们过去的半年已经不再会发生之前的冲突，但他还是会不免俗的拿之前所发生的事情来跟我说，你以前就是这样子，你过去都是这样子，我心中就会产生另外一个冲突，你是瞎了吗？这半年不是改变了吗？你是怎样活在过去吗？还是怎样？就当下我也很错愕，就会觉得，那我这半年来的努力到底算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为了关系在改变时，都会陷入一种有点像习得性无助的状况，就是我已经很努力了，但我做不了。我要变到什么时候才够？我都变到什么时候才够？我后来才意识到说，你看你现在的这些改变，跟你现在给他的感受，都还无法刷新他过去对你的伤害，那就代表我过去带给他伤害有多深。而且这个伤害有多深，还是在他对我有爱的时候哦。如果我今天关系已经没有爱了，那个伤害是我光想那个就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如果在谈伴侣关系，其实那一个改变，如果都是希望换得一个结果是你也要变好，对，我都愿意变好，那你也要变好。其实这个很容易到一半就中断，对，因为双方其实那些伤势还没有化解的。因为我觉得在关系里面，那个伤害它是一个联动式的双向伤害，只是两个人去看待这一个伤的感受不一样。所以如果说今天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或者你不管是透过任何方式进修，只是为了让那段关系变好，可是如果不是心态是我真的觉得应该要这样变才是对的，而是我要变到什么程度他才会更爱我，他如果往这个方向的话，他很有可能到一半，只要对方的反应不如预期，他要提说你以前怎么样，哇，这个改变就很难持续。对，你像我刚刚讲的，我确实我已经改变，但他还是用过去的思维来面对我认为那个当下，其实你可以感受一下那个心情是很五味杂陈的。我好像没办法在这件事情上有再多的努力的范畴在，对，那所以当下会有一点错愕感。那你那时候怎么回他？我觉得那个好像是大脑高速运转的一个瞬间的，那个瞬间可能只有1秒钟，但那个1秒钟，我的大脑似乎仿佛在处理好几件不同的事情。我先运转是，那我现在有没有变？我确实我有变。那第二个，那为什么他没办法改变？是我刚刚有做错什么？好像我也没做错什么。那他为什么还是没办法意识到？我就接下来再拆解第二件事，那为什么他要意识到？那意识到他的这件事情对他的帮助是什么？好像我慢慢就瞬间这个更多的问题一直拆解到最后，我得到一个答案，就是伤害是需要不断的把这个洞给填起来，直到哪一天你把洞填平的那一刻，它才会往上堆叠。所以我才意识到说，即便我这半年来有好好的改善这一段关系，但我跟他在一起10多年啦，那10多年伤害不是半年就可以解决的。但我渴望着这个半年来就可以让他原谅我过去对他的伤害。其实这也是回到家庭关系之所以很难被原谅，是因为家庭的伤害是从小到大，从1岁到18岁那个累积的伤害，但却要爸妈做了某一件事情，爸妈跟你说对不起，你就要瞬间原谅这18年的伤害，这太难了。除非是爸妈一直不断跟你说对不起，说了18年，早安、晚安、午安都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你现在还欠我这不太现实，你现在还欠我3823次，这不太现实，这不太现实嘛？所以我意识到这个，就是我意识到这个洞的时候，然后还没填平时，我就只跟他说：好，那没关系。你回顾我们近半年，你有没有觉得我跟你的感受是跟以前不一样？先拉回到现实，当你意识到对方还在气头中，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是他回答你的任何东西，大多数都是跟气话有关，都不是理智的状态。但你还是要回到平静，让他知道说你是理智的，你有耐心的跟他聊。我指理智不是理性哦，很多人就是我就跟讲道理，不是，是我理智的跟他好好的耐心的跟他聊，让他知道我现在是真的把我的水给倒掉，好好的跟你说。
那他也慢慢的才回到我刚刚讲，他也意识到确实对你已经有改变，但你不要觉得我现在讲完，他下一秒说，哎，对，没错，我接受你某扣零呢。我们大概也大概又再花了3到半年的时间，才开始他觉得说啊，好像似乎我的跟他的相处，慢慢的过去的那个回忆被现在新的记忆给盖掉了，而他就不再会去用过去的东西来评断我现在对他的事情。所以幸福感都是从那一刻开始慢慢才堆叠起来的。我常会说，信任感是可预期的堆积。如果这件事情我过去可预期就是你一定会攻击我，那我就是要一直不断的让这一件事情可预期变成是你不会攻击我，但这个事情是需要时间的累积，没有这么快。我一直觉得当我们去学沟通也好，学人是怎么思考的，然后人思考可能会有那些特性，我觉得原因就在于我们这一生几乎最需要频率最高的就是跟自己对话，就很像小欧刚刚示范的，就是说当对方说啊你之前还不是这样，他可能站在那边的那一秒，心里的问句跟回答已经同时大概处理3个支线了所以有可能在他的太太的眼中呢，他只是低头听了1秒，但是因为他内在对于人的理解拓宽了可能性，所以他思考了那些事之后，他觉得好，那现在既然他的这一个印象不是靠短时间可以解决的，我可以提醒他想起曾经的美好，跟我接下来还是会怎么做。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个就是能够在伴侣关系当中真正有机会起作用的事情。因为呢，我们真的不敢去期望任何的伤害、任何的误会说一次就解决，它一定是在说跟做的过程，慢慢去产生新的可能性出来。老师，我想补充一点给如果你在关系当中遇到卡关的学员们，你还决定要不要买课程，我先讲会犹豫很正常。那我以过来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在我看过这么多的课程当中，大多数的人都在讲的更多的是速成的东西，但从历史的过去的经验来看，所有速成的东西都只能对当下的那一刻有帮助，长远来看问题都还是不会解决。而你看，我们从人生出生那一刻到现在，我们已经累积了这么多对一件事情深信不疑的事情，其实要解开这个是不容易的。我要强调的是，不是因为我花这么多时间才改变，是老师教的不对，而是老师教了一个方法，让我开始对那一个深信不疑的这件事情有改观，而那个改观开始之后，我变得不一样。所以不是说他教的方法不好，而是你对一件事情有多根深蒂固，那你大概就需要多久的时间要去把它解开来。但老师教的更多的都是用这样子的心法在告诉大家，所以这个东西它不要期待的你今天上完课你就觉得我下一秒会变得更，我相信上完课一定那2-3个月你会对这个人世间充满了爱或包容，你还是会在某一刻被打回原形，瞬间觉得好像这么多努力都没有用。就像我刚刚讲，我确实我也改变，但听到那一刻我其实当下也会很错愕，但还是回到刚刚讲，还是回到原本的根本，你今天学这一堂课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你的人生变得更好？所以你不是为了别人，你只是为了要让自己不再被这些过去的伤痕给束缚着，你想要做改变。而我渴望着改变，那我看着我自己也改变，当我发现这个改变对我人生变得更好时，他就会坚持的让我觉得未来的每一件事情即便跌倒了都没关系，因为我知道我真的有变得更好的这一件事情，我朝这条路上走。所以在我遇到这么多冲突的那一刻，似乎我的那个心比较不会被动摇，因为我不是为了别人，而是我为了我自己。所以还是要回到刚刚讲，那这时候我也想要问一下老师，因为我们毕竟之前上的是36度关系沟通工作坊嘛，那跟这一次你开了这个伴侣必修课，到底这2堂课的解决对象是不同吗？还是说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开？因为36度关系它其实谈的是更大范围的沟通议题的探讨，比方说人际沟通也好，然后包含我们自我状态梳理也好，然后包含职场沟通可能会谈到一部分，
更多的情境是上对下，如何在说话跟表达上能够传递出好的意思，氛围又是好的，但是这个比重就一部分。可是其实我觉得36度关系它其实追求的更像是一种我可以理解我自己，理解自己的边界，理解自己的信念价值观，进而我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两个任务，第一个就是我可以辨识得出来我的底线在哪里，第二个任务我可以辨识得出来别人的底线在哪里，还有一个是如果我要跟他协调，哪些可以协调，哪些不行，是怎么协调，怎么说会比较好。我觉得大概36度关系到这边，它就几乎是在我们不同关系里面，你要维持一个相对舒服，不会过热也不会过冷，它就可以做到这件事。但是伴侣关系必修课程这一堂课，它就完全只针对在伴侣关系当中，他们是可能刚分手不久，怕进入下一段关系，或者他正在关系当中，然后呢原本都还不错，可是慢慢好像进入一种莫名的卡点出现了。只要关系还在，两个人都可以对话。它是一堂你上完之后，你会很知道说过去会造成两个人误解的原因、思考脉络、习性还有信念是什么。第二个是你会有方法的去知道说，好，那我如果要理解对方，我可以从刚刚比方说跟小欧聊的信念价值观包含需求，甚至是每一个人做每件事他可能背后会有6个理由的其中哪几个，那你可以从这些角度去理解一个人，你会更知道说，那我如果要跟他谈，我有没有方式可以跟他谈。对，而且我还设计了一些工具是帮助大家在伴侣关系当中，如果遇到沟通的议题，你可以使用那个工具去分析你现在要沟通的事情用哪一个姿态比较好。对，因为有时候我们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不能沟通的题，那个是对方有所选择的题，可是我用情绪跟恐惧逼他就范然后逼他就范之后，他答应了之后又没做到，我继续攻击他，因为攻击的就是你不守承诺的事情，所以造成了另外一个人心中累积了一些伤害，因为一开始他就不想要答应那件事，只是他退让了。所以当关系形成卡点，就是因为判断意愿的这一把尺可能呢当下主观占了客观的部分太多，因此那个工具是让他们可以客观去分析这件事。对，所以我可以理解是在关系相处上，我们总是会遇到一些冲突的一些看似小事但实质上是大事的一些状态。其实在关系里面它累积了非常多的感受，而这些感受呢，它会是小事跟大事都有。可是呢，因为小事跟大事的衡量基准，就是这件事算小还是大，都是个人的标准。就我觉得小，你认为大，对，所以你认为小，我认为大。对，所以其实这堂课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让大家知道哪些很容易形成关系的卡点，而且是容易被忽略的。OK， 对，他至少这些事情要知道。第二个是，如果要好好去沟通跟对话，基本的表达原则是什么，然后方式是什么，他可以因为这堂课知道说安全的方向在哪边。所以这样他才可以停止那些会形成卡点的事情，只要他选择要。第二个是他如果要表达，他可以知道哪些容易造成误解，哪些说法对方比较容易对话，那最后才是以着怎样的心态去对话这样。OK， 所以我觉得伴侣关系必修课程为什么我会说必修，因为其实它是基本的概念不难，但是它难是难在选择。那一个所谓的选择是我开始愿意把这个关系里面两个人的看法看得一样重要，我开始愿意对这件事感到好奇，而不是我想要上一堂课，可是呢我只是想要有一个人改变而已。那这样的话，这一个不推荐购买的资讯就写在课程里面。对，你真的有写？我真的有写啊。你说这堂课不适合谁？不适合的人，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如果你上这堂课只是想要某一个人改变 ，OK， 某一个人改变，好，那这样的话，这堂课不适合。对，因为应该是我最近很常开玩笑的讲这句话。有人就问说，我家那个人总是怎么样啊？我上你这堂课，他会不会我就可以跟他沟通了啊？他的那个我就可以跟他沟通，就是他就要变嘛，对吧？那其实我心里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真的有一堂课，在你上完之后，别人坚持的3年不变的事情，你上完之后回去跟他讲，他就立刻改变，你不会很担心他也来上这堂课。
换你改变，对，然后你很麻烦哦，而且你还在犹豫的时候，他已经先报名了，他先上了，对嘛？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件事不现实嘛。好，所以我其实心里有一个定见也埋在这堂课里面。我一直认为人跟人之间有机会带来好的影响跟好的变化，可是呢，它不太适合是我学了一个东西，而我把别人所改变的事情是改变成我需要的样子，而不是他希望的样子。那这样的话，不管我学了什么，那段关系都很容易形成卡点。我这边可以分享一个，我觉得幸福本质上它不是一个单方面的一件事，它一定是堆积在各种面向。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关系幸福，你必须先从自身改变起，而对方也因为你的改变，他会感觉到幸福，他也会开始把他的这个改变投入在关系当中，那自然关系就会慢慢的变幸福。所以不要觉得我今天单方面努力，然后对方都不愿意做，那你就会变得幸福，不可能。但是你必须先做，才有可能让这个齿轮先给它转起来，它才会慢慢变得更好。我觉得如果说课程里面所有教的这些概念方法都真的都愿意全用的话，我觉得他能够做到的是在关系当中两个人不会有太多的误解。而他如果真的要去爱对方，他会知道怎么找到对方希望被爱的方式，而不是只给那一种我想要给的爱。对，但是你说会不会幸福？我为什么这里我不敢回答的原因，是因为我其实曾经一直在自我探索这件事，就是说，一段关系是一个人够好就会幸福吗？不会啊，对，他必须要两个人都愿意。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他最多是我们能够做到我们的部分，但是第三个我觉得比较主要的是，如果真的遇到那一个值得珍惜，而对方也会珍惜我们的，我们不容易因为吵架争执误解而错过。然后今天很开心呢，可以跟小欧聊这么多，尤其是在课后快2年的时间，1年多，对，所以知道他幸福，我也开心。好，那我们这集就聊到这边咯。我是 Jaco， 我是小欧，我们下集再见，拜拜。